我手上這兩副呢，就是 AirPods Max 2和這個 Sony 的 WH-1000XM6 了。基本上呢，就是这個 Apple 和 Sony 目前在這個藍牙耳罩耳機的這個領域呀，針對蘋果生態的用戶拿出來啊兩個最旗艦的方案了。這個 AirPods Max 呢定價是$550 ，Sony 的 XM6 呢定價是$460。之所以特別強調是這個蘋果生態呢，這個事情是很簡單的。如果你是一個安卓機或者是 Windows PC 的用戶，我相信你根本不會去考慮 Apple 的耳機的，对吧？所以真正會在這兩隻之間猶豫的，就是我們這群使用 iPhone 或者是 Mac 電腦的用戶了。那麼這個問題呢也就來了，如果你是一個蘋果生態的用戶，其實現在最麻煩的議題呢，還不是 AirPods Max 2值不值得買，而是要不要改選這個 Sony 呢？因為你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蘋果的這套方案吧，整體的使用體驗一定是最完整的，但你心裡一定還會在想，那 Sony 在那些最重要的地方會不會就做得更好呢？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我準備了5個回合的實測，幫你把這件事情呢就給它拆解清楚。不過在進入正式的對比之前呢，我先講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我們用 3C 產品的時候，同一個生態通常都會讓你事半功倍。最近在遊戲裡呢，其實我也遇到一個很像的情況了，就是隊伍如果一開始就答對的話呢，整個體驗呢會差很多，下班玩遊戲呢也會讓你更輕鬆。我常玩的那款遊戲就是《突襲！暗影傳說》，最近重新推出了《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主題活動，像是愛麗絲、瘋帽客、柴郡貓，還有紅心騎士、紅心皇後，整個的風格呢是很完整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這一檔活動把新手最麻煩的前期呢直接就幫你跳過了。現在入場的話呢，在不氪金的情況下，一開始就能拿到2位傳說英雄。點擊資訊欄的鏈接或者掃描這邊的這個 QR code 來下載遊戲吧，直接就送你傳說英雄艾倫、娜莉亞。下載後48小時之內輸入對應的促銷碼，還可以從4位傳說英雄當中呢任選1位。我建議這次選愛麗絲吧，她主要是控制型的角色，可以把對面技能卡住，打起來呢就會順很多了。另外，等升到15級再送一個史詩英雄塔格爾，這樣一來呢，你隊伍一開始啊就已經有輸出有輔助，不用慢慢的補角色，也不用慢慢的花時間追進度了。我自己會覺得呢，這種開局方式呀，玩起來真的會順很多。我在遊戲裡的名字是彼得森·本森。如果你只是想找一款下班可以輕鬆來玩的遊戲的話呢，那麼這一檔活動呢，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好，回到我們的耳機的對比了。首先來看日常與佩戴體驗方面吧。這兩個耳機的名字都太長了，接下來我們直接就用 Apple 和 Sony 來稱呼他們就好了。先是結論吧，這一輪呢其實沒有誰碾壓誰了，比較像是2種完全不同的取向。先看戴上去的那一瞬間吧，這個 Apple 呢，因为它沒有任何的電源鍵嘛，你就直接戴起來，馬上就能夠用了。其實呢，用起來是非常順手的。Sony 呢，它因為有一個電源開關嘛，你拿下來時間久了之後呢，就會自動的進入關機的狀態了。你戴上之後呢，還需要先按這個電源鍵給它開起來，然後呢，再等它這個藍牙來連線。所以說，在拿起來馬上就能用這點上呢 ，Apple 其實是更好的。再來就是日常的操作了 ，Apple 的實體按鍵加上一個旋鈕嘛，回饋呢是很清楚的，幾乎是不用適應就能夠上手。Sony 是實體按鍵再加上一個觸控的面板了，該有的功能其實都有，但是滑動來調整音量呢，感覺就不是太直覺了。調整耳機的時候呀，有時候還會誤觸到這個觸控面板。但是，一講到重量的話呢，這個情況呢就反過來了。Apple 的重量是385公克，Sony 就只有250克嘛。Apple 戴上呢，明顯是感覺更重的，而且呢，還會就是感覺有一點壓迫感，尤其是對於我們這種戴眼鏡的人來說呀。而且動作大一點的時候，比如甩個頭啊什麼的，你就感覺它已經開始有點鬆了。Sony 這邊呢就輕很多了，貼合感也是更穩的。怎麼動這個頭呢都不會太晃，而且即便我戴着眼鏡呀，戴上呢也不會覺得不舒服。不過 Sony 的問題呢是戴久了之後呢會感覺耳朵比較悶，容易出汗了。Apple 呢使用的是一個編織材質的耳罩嘛，透氣性要好很多。那最後就是收納方面了 ，Apple 這邊直接給它轉平了，就這樣放在裡面就可以了。但 Sony 那邊呢，它就還必須要折一個固定的方向，就是整體的感覺就沒有那麼直覺了。所以總結這一回合吧，如果你能夠適應這個 Apple 的重量的話呢 ，Apple 用起來呢肯定是更順的。但如果你在意輕巧和穩定性這些方面吧，那 Sony 呢其實是更適合的。第二回合呢，我們就聊一下這個主動降噪模式的表現吧。那為了讓這個測試更穩定一點，我就沒有直接跑到外面那些奇怪的場景去亂測了，
而是用我家裡面的這個家庭劇院來模擬一個飛機上的聲音啊，地鐵捷運或者是咖啡廳的聲音。另外像是吹風機啊、抽油煙機啊這些呢，就是持續的家用電器的噪音吧，我也都有測。結果就很有意思了，這2個耳機在面對這種連續持續的噪音的時候呢，幾乎都是頂級的水準了，都能夠把這個噪音呢壓到很低。我測試的環境大概把這個噪音給它調整成75分貝左右吧，75到80，然後呢都能夠降到基本上是50分贝以下了，就是相当于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圖書館的聲音了。所以說肯定呢降噪模式呢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太大問題的，這2台都 OK。在這個安靜的環境，如果你開啟這個降噪模式之後呢，兩邊呢也都會有一點點的那個底噪音啦，就是細微的那個沙沙的那個白噪音的聲音，差異也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分水嶺呀，是出現在咖啡廳或者是辦公室這些场景，这種有一些不規則的尖銳的高頻音跑出來，比如像是盤子撞擊到餐具的聲音啊，或者是一些人的講話的聲音啊。在這種情況下 ，Sony 的降噪呢就比較激進了，它會一直補一個低頻的音，去嘗試着抵消掉這個高頻的噪音。那結果你就會感覺到呢，你耳朵裡一直有一個咚咚咚的一個震動，雖然不是很大聲了，但是戴久了之後呢，是不是很舒服的一個感覺了？尤其是在你沒有播放音樂的時候。那相比之下呢 ，Apple 就比較保守了，它會讓這個噪音呢以一種自然的方式呢進入到你的耳朵裡來，但是你又不會覺得很吵，所以整體聽到的聲音呢是讓我的耳朵反而會感覺更放鬆一點。所以這一回合吧，如果只看這個降噪的能力啊，兩邊呢都是頂級的。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更多情況下的這個舒適性呢也給它算進來的話呢 ，Apple 的整體的體驗呢會是更好的。所以這一回合呢，我就給這個 Apple 勝出了。接下來進入第3回合，就是通透模式與通話的表現了。先看這個通透模式吧，兩款其實都有這個對話感知的功能，你一開口呢就會自動切換成這個通透模式，而且不會因為你咳嗽或者是打噴嚏就進行誤判，那這點呢算是平手的。但是在開啟通透模式這個自然度方面呢 ，Apple 是更乾淨的，空間感呀，還有方向定位呀，也都是很準的，就是好像有一種沒戴耳機的那種感覺。Sony 在這個安靜的環境下呢，也是有一個明顯的這個沙沙的一個白噪音了，不會影響對話，但是自然感呢就會被破壞掉了嘛。再來就是通話時候的這個收音的表現了，我兩邊呢都開啟了 iPhone 上面那個語音隔離來打電話，我就直接放一段錄音，你一聽呢就會很清楚了。現在是在一個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環境噪音的情況下，然後這個 Sony XM6 錄出來的聲音，我們來等一下來對比一下。那現在一樣是在一個沒有任何的環境噪音的情況下錄出來的聲音，就是它的基本的一個收音的情況吧。現在就是這個 Dyson 的吹風機，我開到的是最大風啊，3檔最大風，然後這個噪音其實還是挺大的。我們來試試看，在這種情況下，然後我們這個耳機講話，這個聲音還到底能不能聽得清了。然後開啟這個 Dyson 的吹風機之後呢，大概就是環境噪音已經是挺好的了，但是反正是就是看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講話還能不能聽得清了。這個麥克我就直接把這個 Dyson 對着我的這個耳機吹，然後這麥克風其實就在這邊，看看在這種最極端的情況下，這個蘋果的耳機還能不能把聲音收進來，能不能聽清楚講話了。在一般的環境，或者是有一點點普通的噪音的環境吧，兩邊的收音其實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音質當然有的可能更好一點了，但是基本的講話聽清楚肯定是沒問題的。但是碰到這個強風啊，或者是你騎着機車迎着風吹的時候呀，那這個差距呢可能就出來了。Sony 這邊幾乎就聲音已經完全被這個風聲給蓋掉了，就對方就很難聽清楚你在講什麼了。但是 Apple 居然還是能夠抓到人聲，雖然音質也會受影響了，但是至少呢還是可以正常的溝通交流的。當然這個是在這個強風直吹的環境下嘛，我用這個吹風機來模擬一個強風的這個狀態。那如果只是日常的正常情況下呢，两邊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總結這一回合吧，不管是這個通透的自然度，還是一個極端情況下強風吹着耳機的這個通話的表現， Apple 呢都是更穩的。雖然 Sony 呢在其他的環境也都是表現還是不錯的，但是明顯呢 Apple 在這個極端環境下是更好的，所以這一局啊，這個 Apple 呢就又拿下了。接下來就進入第4回合了，就是生態與實用功能這些方面了。因為我們今天的前提就是針對蘋果生態的用戶嘛，
那這一輪的結論其實是很直接的 ，Apple 的優勢呢就是一個字順，初次配對呢幾乎打開馬上就能連上。然後只要是同一個 Apple ID， 其他的你的所有的 iPhone、iPad、Mac 電腦之間呢，都自動的就連過去了，而且還可以自動的切換嘛。你的裝置越多，這個優勢呢會越明顯。再加上還可以通過 Find My 來尋找你的耳機，讓耳機發出一個嗶嗶嗶的聲音。還有像是 Siri 語音喚醒啊，整體反正用起來就是一種幾乎不用思考就可以正常使用的一個便利性啊。那 Sony 這邊呢，最大的優勢其實是它的續航時間要更長一點。即便你所有的功能全部給它開啟之後呢，仍然可以撐到20至25個小時之間吧。它呢也支持同時連接2個裝置，然後一旦連接好之後呢，手機和電腦之間切換還算是蠻順的，但是你需要每一個都先給它連一下才行。但是限制就是呢，最多呀你就只能同時綁2個装置了，也没有辦法就是用語音來喚醒這個 Siri 嘛，也就更沒有那些尋找的功能了。Apple 這邊今年不是還加入了即時翻譯功能的支援嗎？不管是蘋果自家的這個翻譯，還是 Google 翻譯的即時翻譯，這個 Apple 耳機呢，它2個都是能用的。但 Sony 這邊呢，它就只能用 Google 的即時翻譯了，就少了一個選擇了。所以總結吧，就是在生態便利性這一方面呀，那如果你是蘋果生態的用戶 ，Apple 在這方面的整合度與這個整體的完整性上吧，肯定是更好用的。那這一輪呢 ，Apple 就肯定又拿下了。接下來進入第5回合，也就是對這個降噪耳罩耳機來說最關鍵的一局，就是他們的音質的表現了。先看最常用的就是用藍牙來連接播放的情況吧。因為在這個蘋果生態下嘛，兩邊呢最高就只能吃到這個 AAC 的規格，所以這一段比的呀，其實就是他們的調音，還有就是硬體的這個能力了。我這邊呢也請我太太，就是因為她是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畢業的嘛，耳朵呢是比較靈敏的，我就請她幫我呢，我們2個一起來做了一個對比測試。結果我們2個聽完的結論呢，其實是很接近的。Sony 在這個節像力、空間感，還有一些細節的保留上吧，整體呢是明顯是比較有優勢的。如果是聽一些，比如說 Apple 比較擅長的那些乾淨的人聲，就是人唱歌的聲音，兩邊呢可能還能夠稍微打一打。但是只要這個音樂變得複雜之後呢，節奏感一強之後呢 ，Sony 的優勢呢就會開始出來了。那種差異啊，不會像是2種世界那麼大的差異，沒有差那麼多。但是幾乎每一項呢 ，Sony 都好像是要更好那麼一點點。所以簡單來說呢 ，Apple 算是比較乾淨的一個聲音，然後呢也算是比較耐聽了。但是 Sony 這邊呢是更有衝擊力的，然後也更有層次，就更適合聽那些就是流行音樂了。再來看這個有線連接方面吧。那如果你是用 iPhone 插個線來聽的話呢 ，Apple 這邊呢確實是更方便的。因為它就是 Type-C 的線嘛，插上去之後直接就可以吃到這個無損音質了，而且細節呢也會明顯比這個藍牙要播放的時候呢要更多那麼一些些。但 Sony 這邊呢就比較麻煩了，因為它雖然也有一個 USB-C 的接口，但是它只能用來充電。你要想聽歌的話呢，必須用它上面這個3.5毫米的這個耳機孔才行。但是問題就是呢，我們的 iPhone 現在用沒有耳機孔，所以你就需要額外配一個轉接頭，而這個轉接頭呢就會直接影響到你的音質了。如果你用的是很便宜的轉接頭的話呢，整個的音質呢就徹底被限制住了。但是最關鍵的其實就在這裡，如果你不用 iPhone 換成一台 Mac 電腦的話呢，也就是你真的坐下來然後放鬆的時候，想好好的聽音樂的時候，你就把這個 Sony 用這個3.5毫米的耳機線呀，直接給它插到 Mac 電腦的耳機孔裡面，那一瞬間啊，整體的表現呢明顯會有一個大的提升。不管是細節呀、飽滿度啊，還有空間感呀，都會是更完整的那種感覺吧。就好像你原本在最後面一排來聽這個演唱會，插上線之後呢，突然呀就被拉到現場的第1排了。當然這邊說的是在插線的情況下了，而且就是 Sony 這邊你還必須得用 Mac 電腦插這個3.5毫米的耳機孔嘛。如果你平常只是用手機來播放音樂，然後同樣都是用藍牙隨便聽一聽的話呢，其實不一定了，每個人都能夠明顯的聽出他們的差距。但是你只要開始認真的對比聽音樂，或者就是直接給它插到電腦上來用的話呢， Sony 這邊的優勢呢就會變得更明顯了。所以這一回合吧，作為這個耳罩耳機，我個人認為啦，就是最核心的這個聽感方面呀，Sony 這方面的這個優勢呢是明顯是更大的。好，前面5個回合呢我們也都拆解完了。那這場比賽啊最有趣的地方呢其實就在這裡了。
，iPhone 呢幾乎贏了你每天會用到的所有的方面，但是 Sony 這邊贏的呢，剛好是這個降噪的耳罩耳機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就是聽感嘛。所以單看這個戰績啊 ，Apple 拿下了更多的勝場，比如說降噪啊、通透啊，還有整體的生態的這個，就是這3個回合 Apple 都拿下了嘛。日常佩戴上，它也提供了更好的透氣，還有就是更直覺的這個操作嘛。可以說 AirPods Max 2是在這個蘋果生態裡面最完整也是最省事兒的一套體驗了。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想的話，你都花到$400-500來買一副耳罩耳機了，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是為了日常的方便好用，還是那種坐下來好好聽音樂的那種沉浸感呢？但這個問題呢，其實也就在這裡了。如果你為了這個音質，然後選了 Sony 的耳機，日常呢好像就變得沒有那麼的方便好用了嘛。但是如果你選了這個 Apple 呢，音質那一塊呢，總會覺得好像有一點可惜。所以如果是我的話呢，我不會只選一個了，我會用一種更聰明的方式來使用。首先呢，我肯定會選一個 Sony 的 XM6 了，然後呢再搭配一副 AirPods 4的降噪版。平常通勤呀、開會呀、講電話呀，我就直接帶這個 AirPods 4就好了嘛，比較輕，比較方便，然後生態呢也都是很完整的。但你真的要坐下來聽音樂的時候，或者是長途飛行吧，坐飛機，我再換成這個 Sony 的 XM6， 然後用這個3.5毫米的耳機孔啊，把它這個音質呢給它發揮到極限。其實這樣加起來呢，花的錢跟你直接買一個 AirPods Max 2呢是差不太多的，而且你得到的是2副在各自的領域都是很強的耳機，而不是呢把這$550全部都壓在一只耳罩耳機上面。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你把這件事情好好想清楚的話呢，那就趕緊給我點一個讚吧。也歡迎你告訴我你最終的選擇到底是什麼。謝謝你一路看到這裡，也謝謝突襲暗影傳說贊助了本期影片。我是彼得森，那就讓我們下一次再見。